你好呀，這裡是 Momo 的投資筆記。SK 海力士這一季的營業利潤同比增長了 557%， 營業利潤率高達 76%， 兩個數字放在任何一家芯片公司身上都非常誇張。可財報出來以後，它在美國上市的 ADR 不但沒漲，反而一天跌了大約 9%。原因不是公司賺不到錢，而是它賺的還不夠超過市場已經抬到天上的預期。我把這份剛公布的財報、美國 ADR 的價格、韓國本股的技術走勢和估值全部過了一遍。今天直接把結論說給你聽，評級是謹慎增持，當前 130.17 美元已經進入可以分批布局的區間，但股價還沒有確認見底，所以不適合只因為預期市盈率只有4倍就一次性重倉。這份財報最值得看的不是一個數字，而是4組互相矛盾的信息。第一，季度營收達到 79.3 萬億韓元，同比增長 257%， 環比增長 51%。 這已經不是普通的周期復甦，而是 AI 服務器內存需求、傳統 DRAM 漲價和 NAND 的漲價同時發生的結果。第二，營業利潤達到 60.5 萬億韓元，同比增長 557%， 營業利潤率達到 76%， 就是每賣出100韓元的產品，扣掉日常經營成本以後，能留下大約76韓元營業利潤。這種盈利能力甚至超過很多軟件公司，說明當前內存供需非常緊張。第三， HBM4 已經在第二季度開始量產出貨，下半年還會繼續擴大產量。公司也已經與大約10家關鍵客戶簽訂長期協議。這個信息很重要，因為它讓未來需求不再完全依賴短期現貨價格，而是有一部分被多年期合同提前鎖定。第四，業績這麼強，股價還是跌了。財報前市場預期的營業利潤大約是 64.1 萬億韓元，實際只有 60.5 萬億，差距不到 6%。但當一只股票已經漲了幾倍，市場要的不是優秀，而是每一次都要完美。少賺一點就會被當成增長見頂的信號。韓國本股最新價格是 138.9 萬韓元，已經從 298.7 萬韓元的52周高點回落超過一半。EMA12 大約是180万韓元， EMA26 大約是198萬韓元，仍然是明顯的空頭排列。MACD 是負 18.2 萬， ADX 達到 30.7， 說明下降趨勢還有強度。RSI 是33， KDJ 也處在低位，股價甚至跌破了布林带下軌。短線具備反彈條件，但超賣只能說明跌得快，不能證明底部已經形成。技術面告訴我們，現在不能把低估值直接當成買入信號，所以接下來聊聊最核心的部分，估值。按當前價格和正常化盈利預期計算， SK 海力士未來12個月市盈率大約只有4倍。這個數字看起來便宜的離譜，而且低於美光。可周期股的市盈率最容易騙人，利潤最高的時候往往恰恰是市場開始擔心下一輪下行的時候。所以這次不能把 76% 的營業利潤率永久化，更不能直接拿 93.9 萬億韓元的報告淨利潤去算市盈率。這個淨利潤甚至高於營收，裡面包含大量非經營性收益，不代表芯片業務一個季度真正賺到的可持續利潤。我用了3種更保守的方法，按正常化盈利估值，合理價值大約是180美元，按市淨率和 ROE 估值大約是176美元。把內存周期和未來資本開支放進現金流模型，得到大約194美元。綜合下來，基礎目標價是182美元，比當前價格高約 40%。 4倍市盈率確實便宜，但便宜背後對應的是周期風險，不是市場白送的錢。再看基本面，先說亮點，再說問題。亮點最明顯的是產品結構， HBM AI 服務器 DRAM 和企業級 SSD 都屬於高附加值產品，普通內存價格也在上漲，所以營收和利潤同時加速。 HBM4 已經開始量產，下一代產品也在推進，說明技術優勢還沒有被競爭對手追平。資產負債表也非常強，季度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達到88萬億韓元，總債務只有 18.6 萬億，淨現金達到 69.4 萬億韓元。公司有足夠的資金建設新產能，購買設備和擴大先進封裝，同時不需要依靠高槓桿維持增長。如果按正常化净利率、資產周轉率和权益乘數做杜邦拆解，當前 ROE 的核心驅動力是利潤率，而不是借債。
也就是說，這輪資本回報提升主要來自產品漲價和 HBM 結構升級，質量比單純依靠槓桿要高。問題在於，現在幾乎所有好消息都集中在同一個變量上，內存供不應求。公司正在加快 M15X 龍人 E7 洁淨室、先進封裝和 NAND 產能建設，三星、美光以及中國厂商也不會停下來。如果2027到2028年供給集中釋放，而雲廠商的 AI 資本開支增速放緩，今天 76% 的營業利潤率可能會快速回落。我基於當前公開信息梳理了3種未來12個月的情景，多頭情景給 25% 的概率，價格區間是230到290美元，它需要 HBM4 放量超過預期，2027年長期合同繼續鎖定價格和產能，DRAM與 NAND 的供需持續緊張，同時營業利潤率長期保持在 65% 以上，條件一起兌現，市場會把 SK 海力士當成 AI 基礎設施公司，而不是普通周期股。基礎情景給 50% 的概率，價格區間是160到210美元。這裡假設 HBM4 按計劃放量，內存價格繼續處在高位，但上漲速度開始放緩，營業利潤率逐步回落到 50% 到 60%， 公司擴產以後仍然保持淨現金，這是目前證據支持度最高的一條路徑。空頭情景給 25% 的概率，價格區間是80到115美元，觸發條件包括 HBM 長期合同價格低於預期，雲廠商放緩 AI 資本開支，三星、美光和中國廠商加快供給，以及新產能釋放後內存價格進入下行周期。把3個情景的終點按概率加權，結果大約是182美元，比當前 130.17 美元高約 40%， 但空頭情景下沿只有80美元，向下空間同樣接近 40%， 所以現在的賠率已經有吸引力，卻還沒有達到可以忽略周期和技術風險的程度。最後說說我自己的操作策略，12個月基礎目標價是182美元，還沒有持倉的話，第一批買入區間放在118到135美元，當前價格已經進入區間，可以建立第一批小倉位，但一定要保留回撤資金。這個位置已經消化了從上市高點大約 33% 的跌幅，估值也壓縮到約4倍預期市盈率。如果繼續回落到95到110美元，而 HBM 訂單內存價格和營業利潤率沒有明顯惡化，可以考慮第二批增持。這個區間更接近空頭情景上沿，安全邊際會更厚。另一種做法是等待趨勢確認，如果 SKHY 重新站上150到160美元，同時韓國本股的 MACD 轉強，可以用更高的價格換取更高的確定性。已經持倉的話，重點跟蹤3件事： HBM4 的放量速度，長期協議能不能穩定平均售價，以及公司擴產以後內存供需會不會從短缺重新走向過剩。風險重新評估線放在80美元附近，如果股價跌破這個位置，同時 AI 資本開支、HBM 訂單和內存價格明顯轉弱，那就不再是簡單的技術回調，而是整個盈利周期和估值框架都需要重做。總結一句話，當前 130.17 美元可以謹慎分批布局，基礎目標價看182美元，提高倉位要麼等95到110美元的更厚安全邊際，要麼等趨勢真正轉強。如果你也在研究 SK 海力士或者存儲這條賽道，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行業看法。覺得內容有用的話，點個讚並關注支持一下，咱們下期見。